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龙套到顶流的坚韧演员之路。2025年，程毅已跻身至顶流演员行列，凭借《琉璃莲花楼》等多部热播剧集，他成功塑造了破碎感男主与武侠天花板的形象，每一部都稳扎稳打，令人瞩目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如今被誉为演技派顶流的演员，曾在横店的严寒中身着单薄的戏服苦候镜头，甚至一度被导演直言不适合演艺事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回顾程毅的14年逆袭之旅。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源于不懈的坚持与努力。01程毅的成名之路。程毅原名傅诗琪，于2025年诞生在湖南怀化辰溪县的一个平凡家庭。由于父母外出谋生，他自幼便与爷爷相依为命。在高中时期，他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大放异彩，赢得了老师的赞赏与推荐，从而萌生了报考中戏的念头，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。2025年，程毅以程毅的艺名出道，饰演过许多小角色，却常被忽视和冷嘲热讽。2025年，程毅以程毅的艺名出道，他在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饰演小侍卫冯小宝，从而正式踏入娱乐圈。然而，在随后的几年里，他主要扮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，如恐怖片《鬼爱》、青春片《原谅我》、来不及爱你，甚至在低成本网络大电影中徘徊，始终未能走红。最让他心酸的是，他曾遭受导演的冷嘲热讽，以你的长相，做演员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。2025年《琉璃》的热播让程毅意外走红，但随后因被误解为职场霸凌而遭遇网络攻击，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公开露面。程毅在压力下依然选择用演技证明自己。《琉璃》的热播让程毅再次受到大众的瞩目，然而这次爆红之后，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。他饰演的雨丝凤，特别是那些吐血的戏份，被网友们誉为破碎感天花板，甚至有调侃称程毅吐的血能灌满一整个游泳池。然而，在剧集落幕后的云歌会上，程毅因与女主袁冰妍保持适当距离，竟被恶意截取画面，被扣上职场霸凌的恶名。一夜之间，8个负面热搜铺天盖地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不敢公开露面，甚至直播都设置为仅自己可见。02逆袭与坚持。在琉璃云歌会后的风波中，程毅选择了以演技作为回应。程毅通过《沉香如屑》和《莲花楼》等作品，以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赢得观众和业内的认可，再次证明了演员的实力。他接演了《沉香如屑》，在其中分饰3角，包括性格各异的应渊、唐周和玄烨，展现了他炸裂般的演技，让网友们惊叹不已。随后，在《莲花楼》中，他饰演的李莲花一角被赞誉为近年武侠剧最佳角色，该剧豆瓣开分8.5，至今仍保持着高人气。此外，在《底线》中，他坚持使用原声台词，生动地演绎了青年法官周易安，甚至赢得了法律从业者的赞誉。2025年的程毅已稳坐顶流之列，却依旧保持着一种钝感。程毅在事业鼎盛期依然保持谦逊和生活方式的简单。在2025年斩获尖叫男演员及年度星光演员等大奖后，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2025年，他主演的《富山海》和《长安24季》尚未播出，便已引发广泛关注，被业界誉为古装扛剧第一人。然而，生活中的他却依然保持着一种质朴与真实。有一次，他在片场捡到一个 iPhone 13的手机壳，竟然兴致勃勃地套在了自己的 iPhone 8上。还有一次，半夜被狗子跟拍，他发现原来是去钓鱼，
这种反差萌让人忍俊不禁。当被问及如何平衡生活时，他淡然一笑，说：“人生嘛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这种随性而淡然的生活态度，或许正是他能够稳坐顶流的原因之一。程毅的蜕变之路，并非坦途，而是充满了挑战与坚持。从昔日的横店龙套，到如今的顶流巨星，他历经了整整14年的磨砺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他承受了无数次的忽视与委屈，甚至遭受了网络暴力，但这些困境与挫折都成为了他塑造角色深度的宝贵财富。或许正如程毅奶奶所言，无论遭遇何种境遇，好的或坏的，都应坦然接受，顺其自然，他们最终都会转化为好的结果。这一智慧之语，仿佛为程毅的人生旅程铭刻了最好的注解。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，演员的命运往往难以预料。有人一夜爆红，迅速陨落；有人默默无闻，终的认可。程毅便是后者的代表。2025年，他以稳居顶流之列，被誉为古装扛剧第一人。凭借《琉璃沉香如屑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，塑造了极具张力的荧幕形象。然而，在这耀眼光环的背后，是他整整14年的坚守与磨砺。03少年初入行，从籍籍无名到小角色龙套。程毅原名傅诗琪，出生于湖南怀化辰溪县一个普通家庭。因为父母常年外出，他自小由爷爷抚养长大。高中时期的一次文艺汇演，他因舞台上的光彩表现受到老师鼓励，从而萌生了考取表演院校的念头。最终，他凭借努力进入中央戏剧学院，踏出了演员的第一步。2025年，程毅以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小侍卫冯小宝一角正式进入演艺圈。可在之后的几年里，他几乎只能出演一些边缘角色，恐怖片《鬼爱》中的路人男友，青春片《原谅我》来不及爱你中的配角，甚至频繁出现在低成本网络大电影中。那些年，他常常在横店寒风中穿着单薄戏服苦苦等候出镜，有时一天也没有几分钟的台词。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某位导演的冷嘲热讽：“你这长相，做演员怕是没什么前途。”这句话一度让他怀疑过自己是否走错了路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咬牙坚持。04初尝爆红，从琉璃到破碎赶天花板。真正让程毅走进大众视野的是2020年的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。在剧中，他饰演的与司凤痴情而隐忍，特别是那些吐血带泪的表演，被观众盛赞为破碎赶天花板。有人甚至戏称程毅吐的血能灌满一个游泳池。虽然是调侃，但也足见他表演的感染力。然而琉璃带来的并非一帆风顺的荣耀。在剧集播出后的云歌会上，程毅因与女主保持适当距离，被断章取义为职场霸凌，一夜之间登上8个负面热搜，铺天盖地的骂声扑面而来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不敢公开露面，甚至把直播设置成仅自己可见。对于刚刚尝到走红滋味的演员而言，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但程毅没有退缩，他选择用作品说话。05演技突围，用角色赢得掌声。经历风波后，程毅迎来了更具挑战性的角色。2025年，他主演的《沉香如屑》需要分饰三角：高冷克制的应渊、洒脱世俗的唐周，以及偏执阴郁的玄烨。3种性格迥异的人物被他演绎的层次分明，让观众直呼演技炸裂。2025年，他凭借《莲花楼》中的李莲花一角，再次攀上事业高峰。这个身怀绝症、表面散淡实则心怀家国的武侠人物，被赞为近年最出色的武侠男主。该剧豆瓣开分8.5，成为口碑与热度双丰收的佳作。李莲花也被无数观众视为程毅的代表角色。与此同时，在现实题材剧《底线》中，
他又挑战青年法官周易安，坚持使用原声台词，将角色的理性与热血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甚至赢得了法律从业者的认可。这一转型尝试让外界看到了程毅并非只会演古装，而是一个有潜力拓展戏路的实力派。06. 程毅的生活态度随性与质朴。2025年，程毅斩获了尖叫男演员、年度星光演员等多个奖项，事业达到巅峰。与此同时，他主演的《赴山海长安24季》为播先热，业内更是称他为古装扛剧第一人。然而，生活中的程毅却始终保持着低调与质朴。他至今仍在使用旧款 iPhone 8，有一次在片场捡到一个 iPhone 13的手机壳，竟兴冲冲套在自己的手机上，被工作人员调侃活得太接地气。半夜被狗子拍到时，他并非去夜店，而是拎着渔具去钓鱼，这种反差萌让粉丝忍俊不禁。当被问及如何平衡生活与事业，他只是淡淡一句：“人生嘛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这种随性淡然，或许正是他能在巨大的流量漩涡中保持清醒的秘诀。07. 坚韧与逆袭，14年的沉淀。回顾程毅的演艺之路，从横店龙套到顶流巨星，他整整走了14年。这条路上，他经历了被忽视的尴尬，被质疑的痛苦，甚至遭受过舆论的暴力。但他从未放弃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用作品和角色为自己证明。或许，正如程毅奶奶常对他说的那句话，无论好坏，都要坦然接受，他们最终都会转化为好的结果。这份平和与坚韧，已经深深融入了程毅的人生与演艺道路。如今的程毅，不仅是观众心中的破碎感男主，更是一个凭借坚持与努力逆袭成功的励志典范。